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熊啊。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带来以下内容：一、俄罗斯称在乌克兰边境附近坠毁的军用飞机造成74人死亡。周三，一架载有74人的俄罗斯军用运输机在距离乌克兰边境不远的俄罗斯南部别尔哥罗德地区坠毁。俄罗斯表示，机上有65名乌克兰战俘，他们是计划中战俘交换的一部分并指责乌克兰用导弹击落了这架飞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架飞机被部署在了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地区，利布奇地区的防空导弹系统摧毁，距离飞机坠落地约80公里。他说，俄方的雷达设备已经检测到了乌克兰导弹。国防部还声称，乌克兰领导人非常清楚，根据惯例，今天乌克兰军事人员将被军用运输机运送到别尔哥罗德机场进行交换。地点是俄罗斯与乌克兰苏梅地区接壤的科洛蒂洛夫卡检查站。1月24日，正在联合国访问的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乌此前已就换俘达成协议，但载有乌军战俘的俄军机仍被乌方击落。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此事进行紧急会议。开始时，乌克兰没有确认击落了这架飞机，也没有确认乌克兰战俘是乘客。作为回应，乌克兰军事指挥部表示，他认为接近别尔哥罗德的俄罗斯军用飞机是合法目标，但没有承认他向乌克兰运输机开火。从利布茨到坠机现场的80公里距离将超出大多数乌克兰地对空导弹系统。一名乌克兰国防情报官员确实证实囚犯交换原定于周3进行，但没有承认知道交换的俄罗斯方面的后勤细节。报道援引另一名乌克兰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这架飞机携带的是俄罗斯导弹，而不是囚犯。乌克兰军方表示，将继续瞄准其认为携带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导弹的军用运输机。空军司令米克拉·奥列什丘克指责俄罗斯试图就飞机失事事件抹黑乌克兰。他并表示，乌克兰有权自卫并摧毁侵略者的空袭手段，因此一个问题是，乌克兰人是否确实知道俄罗斯人所说的将囚犯带到交换地点的飞机的时间和路线。此外，该信息是否会传达给别尔哥罗德边境对面的前线部队。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表示，周三基辅没有被要求确保别尔哥罗德地区周围的空域安全，就像之前与莫斯科进行战俘交换时的情况一样。该部门表示，没有关于失事飞机上人员的可靠信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全面澄清坠机事件的情况，并指责莫斯科拿乌克兰战俘的生命开玩笑。乌克兰媒体 RBC 乌克兰表示，为了应对这次事故，他取消了计划中的地区旅行以及与他生日相关的活动。这场灾难已经产生了其他后果。莫斯科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安德烈·卡尔塔波洛夫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声称发射的导弹来自美国制造的爱国者或德国制造的艾瑞斯 T 系统，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乌克兰已承诺不使用外国捐赠的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这将是与该政策的重大背离。无论如何，艾瑞斯 T 的射程不可能从最近的乌克兰控制领土击中这架伊留申运输机。部署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方的爱国者本来就在飞机的射程之内。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于1月24日表示，国家杜马将就伊尔76运输机坠机一事向美国与德国发函，目前正在准备过程中。一些观察人士还指出，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导弹防御系统周三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飞机坠毁前不久被击落了。然而，别尔哥罗德州长表示，这发生在城市西部的一个地点，这将使它距离伊留申坠毁地点至少60公里。另一个令人困惑的因素是根据俄罗斯版本的事件，乌克兰战俘在飞机上只有3名俄罗斯人员看守。而据前乌克兰战俘马克西姆
克列斯尼科夫周三在某上的一篇文章中说呀，当他被飞机从布良斯克运送到比尔格罗德时，大约有20名俄罗斯军人来押送50名乌克兰战俘。因此，这场灾难已经具有多个政治层面，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它已迅速成为信息战中的另一个插曲，在这场冲突中一直存在。乌克兰人权监察员德米特罗·卢比涅茨周三表示，信息战的重要性不亚于前线作战，敌人是阴险的。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可以使用什么可怕的方法来破坏乌克兰社会的稳定。事实上，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通过实施这次恐怖袭击，乌克兰领导层暴露了他的真面目，他忽视了其公民的生命。有意思的是，俄罗斯声称乌克兰在18个月前对顿涅茨克奥列尼夫卡的一个营地的袭击中杀死了被俘俄军。然而经过进一步的法医调查，这一说法看起来非常可疑。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最有可能的是不可能进行独立的实地分析，但是一架没有反导防御系统的大型俄罗斯军用飞机接近比尔格罗德，它本身就是乌克兰无人机的常见目标，对乌克兰来说将是一个诱人而有价值的目标，因此这将是一次相当危险的飞行。除非乌克兰人被告知其目的，正如俄罗斯人所声称那样。总体而言，俄罗斯伊尔76运输机远远超出了乌克兰导弹的射程，这将是自近2年前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这款飞机首次被击落。但乌克兰人已经使用无人机、导弹和破坏活动，扩大了对俄罗斯的攻击范围和频率。本月早些时候，乌克兰军方声称在亚速海上空击落了俄罗斯最先进的早期 N50 预警器。俄罗斯国防部到现在也没有回应这一说法。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人可能已经重新利用了爱国者导弹来实施这次袭击，但尚未得到证实。爱国者导弹的射程通常不到160公里。对于乌克兰来说在战场陷入僵局，几乎没有值得庆祝的胜利的时候，攻击远在边界之外的俄罗斯基地、船只、飞机和基础设施已成为扰乱敌人军事机器的不同方式。但是如果出现证据证实俄罗斯国防部和莫斯科其他人提供的事件版本，那么乌克兰防空系统的政变可能反而是一个可怕的错误。而据最新消息，乌克兰军事声明默认袭击俄罗斯飞机。半岛电视台记者在莫斯科报道称，我们刚刚收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部发表的一份声明，其中谈到了俄罗斯对哈尔科夫地区的袭击。声明还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将继续采取措施，摧毁运载工具和空域控制权，以消除对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当然，声明没有直接提到这架飞机，也没有提到据报道机上的战俘。但尽管如此，一些默认的证据可能表明，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该地区活动并以飞机为目标。俄罗斯政界人士表示，这是一次恐怖行为。在这次坠机事件之后，与乌克兰的任何谈判都将是不可能的。俄乌战争打了2年了，目前开战后，俄媒的信息战可谓紧锣密鼓。最近一段时间，俄军苏34预警机 A50 纷纷被揍起来，空中指挥中心也被打得稀巴烂，飞回自家机场迫降，可能连维修价值都没有了。而这种情况下，制造一起事件营销强行挽尊，正是俄罗斯急需的。第一，可以警告乌军不要再攻击俄罗斯本土；第二，警告乌军不要再打俄罗斯的飞机；第三，指责乌军违背承诺，用其他国家支援的武器攻打俄本土，可谓是一条一箭三雕的毒计。然而，这事究竟是真的，还是这是俄军的信息战？即使是真的，俄罗斯可以侵略乌克兰，为什么不能反击？又凭什么外军援助的武器不能攻击俄罗斯本土呢？我们且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战斗。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州长瓦蒂姆·菲拉什金表示，俄罗斯导弹袭击了东部前线附近的谢尔尼克镇的一个居民区，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谢尔尼克位于马林卡西北部，该镇仍由乌克兰控制，但在与俄罗斯军队数月的战斗后几乎被摧毁。奥德萨地区州长奥莱基佩尔表示，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奥德萨，袭击民宅并引发火灾，造成1人受伤。阿夫迪夫卡市长维塔利·巴拉巴什表示，俄罗斯军队首次进入这座饱受战争摧残的城镇，但被击退。巴拉巴什告诉法新社说，俄罗斯的破坏和侦察小组进入阿夫迪夫卡市的南部，但他们被驱逐了。但他拒绝透露俄罗斯人何时进入该镇或在哪里停留多长时间。在俄罗斯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大约有32000人居住在阿夫迪夫卡。3. 政治与外交。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表示，他担心乌克兰战争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危机中被遗忘。格兰迪在结束对基辅为期1周的访问时告诉美联社说，重要的是要提醒国际社会，乌克兰人仍在经历残酷的战争，他担心人道主义援助因政治角力而受到阻碍。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科在乌克兰西部城镇乌日霍罗德会见了乌克兰总理德尼斯·施米哈尔，他重申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但表示在加入北约等问题上仍存在政策分歧。图片：斯洛伐克亲俄总理菲科在利用亲俄情绪后当选，表示他不相信存在军事解决方案，并欢迎乌克兰总统提出的和平计划，尽管他称该计划不切实际。在3项必要阅读中的第1项中，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一项法案，没收任何因散布批评俄罗斯军队而被定罪的人的财产、金钱和贵重物品。4. 俄乌网球运动员握手风波。乌克兰选手达亚娜·雅斯特雷姆斯卡成为45年来第一位进入澳大利亚公开赛半决赛的女子资格赛选手。在她最近取得胜利后，她穿着蓝色和黄色的衣服来搭配乌克兰国旗。她说，她为那些为国家而战的人感到自豪。达亚娜·亚斯特雷姆斯卡表示，她10几岁的同胞耶利扎维塔·科特利亚尔在与俄罗斯对手握手时可能过于情绪化和困惑。16岁的科特利亚尔正在参加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子单打比赛的第1轮比赛，当时他与俄罗斯球员弗拉达·明切娃在网前握手。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乌克兰球员在比赛中不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对手握手是常见的做法。该国网球联合会将这一事件描述为错误。周三在墨尔本赢得1/4决赛后，亚斯特雷姆斯卡对记者说，我认为他还很年轻，没有那么有经验，他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我无法评判他，因为我不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所以他是故意的还是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他支持乌克兰，我敢肯定他只是太情绪化和困惑了。乌克兰网球联合会表示，他支持其球员不与侵略国代表握手的立场，并分享了科特利亚尔的父亲科斯蒂安廷对这一事件的解释。丽莎只有16岁，他没有参加大满贯赛事等重要比赛的真正经验，这是职业网球和青少年网球的顶级赛事。他说，这里的气氛非同寻常，这本身就给运动员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你职业生涯的初期很难应对这种情况而不紧张。不幸的是，我的女儿并不平静，她的情绪高涨，所以她没有完全控制自己的情绪，她自动的与对手握手，进行了赛后仪式，没有意识到在往后面有一个袭击我们家园的国家代表。丽莎后悔，并保证她永远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这绝对是一个错误，他会永远记得谁是谁。事实上，他是乌克兰真诚的爱国者。
一直如此，将来也会如此。这小姑娘糊涂啊！运动无国界，但运动员有国界。与她进行比赛的是有国仇家恨的，在乌克兰杀人放火、抢劫战地的俄罗斯人。这些话理应由她本人来说，而不是由家长代劳。2023年7月，乌克兰击剑女运动员奥尔加·哈兰在赛前和裁判说好，她在赛后不会与俄罗斯运动员斯米尔诺娃握手，而以剑尖向下的姿势示意。裁判也同意了。结果比赛结束，斯米尔诺娃直直的向哈兰走去，想要握手。哈兰用剑止住对方，不让他靠近。斯米尔诺娃当即拖来了一张椅子，在赛场坐了50分钟。最后哈兰被取消了参加下一轮比赛的资格。最终国际奥委会为哈兰准备了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额外名额。美国参议院委员会以20-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为乌克兰重建经济繁荣和机会法案。该法案将为美国没收俄罗斯资产，并将其移交给乌克兰进行战后重建奠定基础。该法案得到了两党的广泛支持，但需要获得国会参众两院的通过，然后才能由总统签署并成为法律。这2年前，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欧盟、美国、日本和加拿大在2022年冻结了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的央行资产。如果这事儿能成啊，那真是太好了，战争一定会很快停止。节目最后又到了有所期待的时候了。一位诗人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但同样的远方，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过法。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我没有诗与远方，只有眼前的苟且。曾经一个胸怀家国天下的热血男儿，现在却混成了为温饱而不断奔波的中年汉子。为了能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我几乎放弃了一切的休息时间。生活重压之下，似乎发视频成了我唯一的一个减压口。在我的字典里，没有休息日，没有节假日，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活着，拼了命的用尽全力活着。临近春节大熊向大家讨要一些打赏，向朋友们寻求一些帮助。虽说有些讨人嫌，但也是无奈之举。有时感觉活得像个蝼蚁，但我也很赞同一句话：生如蝼蚁，当存鸿鹄之志；命如纸薄，应有不屈之心。若没有躺赢的命那就站起来奔跑吧。大雄认为为正义发声也是向邪恶亮剑，你说呢？2023年感恩与朋友们同行，2024年期待继续与大家作伴。